Hello， 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今天继续奥布鲁的系列145，我们讲一个新命令啊。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给了门徒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么很多人会说呢，这个很简单啊，爱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我想说呢，爱是一个奥秘，神的爱是一个奥秘。它之所以深奥，它之所以隐秘，是因为它被放在了一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地方。你如何把一棵大树藏起来？最好的地方就是一片森林。当人们来到了这片森林，人们以为找到了树，可是真的找到那棵树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爱是一个奥秘。我们来看这样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首先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命令。那么人们一提到命令，人们就有点害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个命令会怎么办？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律法的思维。我称它为是一种宗教的思维。宗教总是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如果做了错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惩罚。这个就是宗教的思维。但是到了新约不是这样，因为耶稣担当了一切的罪的代价。耶稣担当了咒诅，担当了审判。所以没有惩罚。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命令呢？在我眼中，这是一种引导。在几天之前呢，也有朋友和我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保罗弟兄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不是啊，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有一个朋友呢，就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完全了还是没完全？照着福音呢，照着献祭的原则，希伯来书上说什么呢？靠着他一次献祭，叫我们得以完全，而且是永远完全，对吧？那么保罗又说到呢，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完全还是没完全？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他是在谈论两个维度的事情，一个是属灵的领域，一个是时空的领域，这是两个领域。按照属灵的领域，我们已经完全了，因为基督的献祭，它的本质是影响的是灵魂，而不是我们这个时空系统。那么时空系统它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一个过程，一个体验，它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因为结果这个概念它是我们用时间概念去定义的，而这个时间概念它在超维度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我们在时空当中的一种大脑的幻觉。所以在超越我们这一维度，我们说第三维度，超越第三维度到第四维度再往下看，这个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从第四维度或者说更高的永恒的角度去看我们这一维度一切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它不存在什么原因结果整个时间线呢一个过程它不存在这个东西，它直接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所以你从超维度的视角来看呢，从属灵的角度，从灵魂的角度来看呢，已经完全了，这是基督的献祭达成的。但是在我们时空当中，我们会体验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不断体验的一个过程，不断进取的一个过程，不断在靠近那个完全的感受的一个过程。这与我们事实上在属灵身份里面的已经完全并不发生冲突。所以保罗其实在讲的是，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其实是在讲的是体验这种到完全的过程，它是一个在时空当中没有尽头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去靠近，去体验在时空里面，我们不可能100%的了解所有的真理，不可能100%的体验到全备的这份爱，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去接近它。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并且呢，他永远不会觉得我已经完全，这是在一个时空当中的看法
但这也不否认我们在属灵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看见，透过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完全。所以首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命令。命令它是没有惩罚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一切的惩罚耶稣已经担当了，那么为什么还把它称为是一种命令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引导。当我们把它看为是一种命令，当我们再去执行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引导，我们会看见更深层次的真相。有时候呢，神给了我们一个命令，神让我们去执行它，其实重点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验了什么样的课题，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觉悟，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引导和启发，这个才是命令真正的目的。这个和旧约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旧约的律法是一样的道理。在旧约里面，神让我们让信徒们去遵守律法，那么这是一个命令，没问题。但是事实的结果呢，没有人能遵守得了。那么没人能遵守得了，为什么还让你去遵守？因为你需要在遵守的过程当中去认识到很多有关于真相的内容启示。所以耶稣说，听见这话就去行你得去做。你不去做，你在那想，那是你想不到的，你看不见这个引领。律法就是最简单的道理。当我们第一次听见了律法十诫摩西律法，各种各样的律法，我们听见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只不过就是在这想都做到了这就是好信徒。你在那想，你永远想不明白这件事儿。你得真正去做，你就会发现什么呀？你就会发现你做不到。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有的人还没有去做我替你们做过了确实做不到当然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试一下我真的有很努力的去做也许你可以更努力，你可以试一下，我不反对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过程。所以让你去做不代表这件事可以做得到。亲爱的朋友们，让你去做不代表它可以做得到，而是说在你做的过程中你会看见新的道路。一开始人们以为遵守律法就是一个通往拯救的一个道路，问题是它不是真正的道路。可是如果你不走上这条道路，你就看不见真正的道路。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窄门的奥秘我以前曾经有讲过那个 gate 和 door 它两个不是同一个意思门和门还不是同样的意思我以前有讲过，以后可能有机会再去重复一下，今天就不讲了窄门，真正的门它是在你走向那个大门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当你在走律法的这一条道路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到，这个时候你发现怎么办呢？祭物原来可以有祭物，它可以担当我的过犯，而不是靠着我自己去怎么样的执行。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你看起来在往律法这个方向走，走着走着最后你发现走不到怎么办那个彼岸我到不了怎么办？最后呢，回头是岸，是不是？这个我前面引用了一些其他宗教领域当中的话，但其实我用的是基督的道理去解释的之前的朋友们有听过我的一些信息不要误会所以你走律法的这条道路，但其实透过律法，透过你体验它，透过你认识到你确实遵守不了，而反而看见了献祭、担当、拯救这边这一条路线你看见了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人领到基督面前，它是一个引领性的概念。所以给你命令不代表你一定能执行得了，包括像祷告什么都是同样的道理。我讲过祷告的一些真相今天就不重复了，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你看起来领受了一个命令，但其实呢，这个命令并不是说你真的可以把它执行到位，也不是说这个做不到就会有什么惩罚，都不是，而是在你执行它的过程中你会有崭新的看见。所以它是一个奥秘，它是奥秘奥秘它被隐藏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律法、行为规条、道德这些东西给你讲，你觉得是显而易见，只有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它不是让你做的，而是让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新的道路。结果发现了什么？因信称义，看见了福音的奥秘。亲爱的朋友们，特别的奥妙。现在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用平移的思维去看待，现在的新命令也是一样的耶稣的爱
啊，它和我们所理解的爱，它有什么区别？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去体会，你才会看见，特别的奥秘啊！我要赌上我接下来的传道生涯所有的时间，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点，肉体生命的终点，我要去解开这样一个奥秘。这个在人们看起来显而易见啊，3岁小孩都知道什么是爱啊，但它是一个奥秘。好了，命令的问题我解释完了啊，它不代表着有什么惩罚啊，它也不代表着我们真的就能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是说在你执行它的过程中，你会了解到很多很多启发、带领、真相，你会明白许多的。好，我们看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接下来的关键，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了，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所以这个前提在于啊，不是你对于爱这件事怎么理解，你可能有100种理解，是吧？100个人也有100种不同的理解。爱是什么，对不对？你上马路上去采访别人，那每个人给你一个答案。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爱是我怎样爱你们，它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这个爱被限定在一个神所定义的从基督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爱，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爱的概念。所以它是奥秘，就是因为它放在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啊！如果它被藏起来，人们还会找，是不是？它好像被放在了一个你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他反而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这个是什么，就是自以为是了，想当然了。我知道爱是什么啊，我就知道了。这里边强调的是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我们才要怎么爱。这份爱它和耶稣有关系，它和神有关系，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感受上面的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开始对神的爱产生一种真正的认识，而不是执念于你过去对于爱的诸多认识里面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这样一份爱，它会使人们看见一种与世界里边的爱不一样的爱，这份爱与你在世界上面能看见的爱不一样。它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啊，朋友们。所以如果我今天问我们的伙伴们，你有爱吗？很多的人会说我有啊。你甚至可以列举出来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啊，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兄弟们姐妹们啊，我爱我的朋友，我爱我的恋人啊伴侣啊，你会说出来诸多的爱，甚至于我热爱打篮球啊，兴趣爱好那也是一种爱啊，我热爱工作啊，我热爱赚钱啊，你有诸多的可以谈到爱的这种概念、定义、道理、范围、程度，各种各样的，对不对？你会说到很多很多。可是我想说的是，神的爱和这一切不一样，就是耶稣的这份爱不一样。它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个奥秘就在于，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感受里面的爱，它其实是有条件的爱。我并不否认有条件的爱也可以被称之为爱，但它不是此处耶稣所说的从神而来的爱，它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不完全的爱，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所说的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就是在说这个地方。这一份完全的爱在我们体会的过程中，在我们不断接近的过程中，当然它与救恩没有关系，救恩是神的拣选决定的，是因信称义，它不是因爱称义，它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已经拥有了救恩，而这份无条件的爱你在体验它，你拥有了一张体会券啊，你可以在今生今世在这个时空当中，你就拥有了去体验它的资格，你就可以去体会它，你有了一个机会去体会它，这是一个额外的礼物。我是这样看待它，这是一个额外的礼物，这既不是我们要去达成的什么任务，也不是我们执行不了就有什么惩罚，跟这都没关系，这是一个透过以命令口吻所给出来的一种礼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得到诸多的启发。它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额外的礼物，你可以这样去想啊，你已经拥有救恩了，而这份救恩伴随着一个额外的礼物，就是去体会、去认识
去经历、去实践、去传播这样一份无条件的爱的一个体验资格，所以它是一个额外的礼物。那么接下来我要去讲一讲我们所理解的爱和神的爱之间的这种差别，也就是不完全的爱和完全的爱的差别，也就是有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爱的差别。好了，我们来看啊，当然这差别非常的多啊，我赌上了我接下来的传道生涯所有的时间去解释这个问题，去体验这个过程，去和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也一同去传播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太多的内容，包括很多的属灵的奥秘啊，接下来世界将发生的大事件啊，以及诸多的一直在历代所隐藏的一些圣经当中的内容的真相。那我们从最开始，从最起初起步的地方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所认识的一些爱，它和神所说的爱的这种差别，它到底在哪里？首先第一个，爱不是做工得工价，爱不是索取。因为爱如果是为了工价，爱如果是为了索取得到什么东西，那么它就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工价本身，它的条件就是你想索取的东西本身。那么如果一份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份爱本身是有条件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再去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他本身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因为这个身份这个关系，它本身就是爱的条件。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呢，他们掌控孩子，但是他们说是因为我爱你有很多的父母喜欢说这样的话你要不是我孩子我还不管你呢是不是？你要不是我孩子我还不爱呢，对不对？所以这份爱它是有条件的。那么马上就会有人说了，那耶稣和我们的这份爱不也是有条件的吗？不也是我们得信他才爱我们吗？不是，你搞错了因果，是神的爱在先，这份爱在先然后导致神的拣选，然后导致神赐予你信心，导致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听着福音，叫你能够领受。保罗说的，若没有人奉差遣，谁能去传道呢？没有人传道，谁能听着道呢？对不对？那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呢？其实是神，也就是说神的爱在先。所以约翰讲到这个奥秘，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是神爱我们在先。我们的爱是一个神的爱的反应，我们信福音是神对我们的爱的结果，因为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神使我们信了福音，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尊重了我们的自由意志透过引导，他不是强迫你，对不对？神从来没有强迫你去信，对吗？神没强迫你，但是神的爱的力量大过了你的意志的这种不信的力量，对不对？神的意志大能他胜过了你，但他不是强迫你，他是感动你你被感动了，你没有办法抵挡这样一份爱的感动的力量，你接受了福音，这不代表神强迫你，神没有强迫你的自由意志，绝没有，对吗？我以前一直在讲神预定的拣选，我也在一直强调这个地方这和自由意志完全不冲突。亲爱的朋友们，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是神爱我们在先，才有了这样一份关系。所以关系不是爱的条件，我的天亲爱的朋友们，关系不是爱的条件，是爱带来了关系。哇！所以爱不是做功德工价，爱也不是以索取为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很爱某样事物或者是某些人，可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份爱伴随着我们内心深处的索取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随便拿一个，是不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养儿防老那你这个养儿本身它是有条件的，你是为了防老而去养它，当然它可能不是100%的条件，但是至少很多人脑海中有这个概念，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家孩子很好，为什么？因为他很听话那听话这是条件。所以有好些大人喜欢说什么呀？这孩子越来越不好了，因为越长大越不听话了越不听话这份爱就变得越少了，对不对？
好了，那证明什么？这份爱有条件。当这份条件慢慢的削弱的时候，这份爱也变得削弱了，这就是有条件的爱，这就是出于肉体的，出于情欲的，出于仁义的，出于私欲的，出于种种的，它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份完全的无条件的爱，它不是，它是一种影子。当然我不否定这种爱啊，它是一种影子，它不完全，我在说它不完全，我不否定我们有爱，但它不是完全的。这也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爱，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啊。那有人说，那有一点良善算不算呢？这个东西标准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你要用神的那个最高标准来看，那就是没有良善，对不对？但你要是用人类的一个很低的道德标准，那这个道德标准它跟神的那个公义标准那天壤之别呀，对吧？你拿一个很低的标准看，那我们确实能看出来，有些人道德好一点，有些人道德差一点，是不是？那道德好的人，你怎么说他没有良善呢？这个没有良善，它是指着你用神的最高标准去衡量，对吧？所以这份爱也是同样的道理。耶稣说你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爱，这个其实是在讲最高标准，最高标准就是无条件的爱，这样一份爱是没有的。因为人类的爱它都有它的目的性，它都有它的索取性，它都有它这种我爱了之后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包括在这世界上面种种的有关于爱的教导，其实它很多呀，爱的教导很多，甚至于包括销售也讲爱，但是销售领域当中培训是不是销售团队培训也讲这份爱，我们带着爱去服务客户但是这个它其实有目的，有什么目的不用我说了吧，对不对？它有目的，它有索取性，它是做工得工价，所以真正为的是工价。而这份爱呀，很多程度上，一定程度上，它是为了工价所做出的爱的表演。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意识到吗？或多或少有这个程度我不是说全是表演是不是有这个程度？很多时候我们没那么爱，但是我们装出来一副样子，但是为了是得那个工价，得那个索取，最后我们其实伴随着的是一份索取的欲望。那么这样一份爱，它会随着什么东西而崩塌呢？随着你索取不到你想索取的东西的时候，随着你得不到你想得到的工价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份爱它就会崩塌，因为它有条件。记住爱它只要有条件，那么它就会被毁灭，因为条件本身是会被毁灭的。所以这就是不完全的爱，这只是爱的一种影子，一种有限的表达，而神所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而耶稣让我们去经历它，去体会它，不是说你一定能做到还是做不到不跟这个没关系，而是在你去经历它的过程中，其实到头来你产生出来的是对神的一种认识，也是对你自我的一种灵魂的更新我们用圣经的话说，这叫魂的更新，对不对？灵与魂的关系我之前都有讲过了灵是本体，魂是投影，对不对？这个投影它有一个更新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时空领域当中的灵魂呢，它是有一个更新的程度的所以也有朋友问我，这个灵到底能不能成长，能不能喂养？那你看你指的是本体还是在指投影？而且那个所谓的本体，它是相比于投影的本体，其实那个本体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本体，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去深入讨论因为维度有诸多个。但是相对于我们的 3D 世界 3D 的空间来说只要超过这个 3D 空间更高维，那就已经到永恒了，相比于我们这个时间线就已经到永恒了。但只不过永恒里边其实还分很多维度，这个以前我不知道后来得到了一些带领，幸好呢与我们的神学系统冲突不大因为都是本体和投影的关系，只不过我现在认识到了居然可以连环投以前我以为这只能是单向投，其实那个想法也是有点局限为什么一个投影源只能投出来一个投影呢？那可以投出来多个投影，这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以前还是想象力局限了后来呢得到了一些启发，有机会我再慢慢解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有意识到吗？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爱不是做工得工价，爱也不是索取。你想去判断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很容易。你说我特别爱一个人，那么我要问你，你是否在意他对你的回应？是不是你是否在意他也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应你，或者说满足你的期望？如果是的话，那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做工得工价，它本质上就是索取。这个本质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爱，而是因为我们缺爱。我们试图用一些爱的表演缺爱，
记住我说的，人给不出去自己没有的东西。无条件的爱，我相信它已经存在，因为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因为有帕子的缘故，帕子，耶稣这个摩西那个帕子，耶稣说的摩西的帕子，知道吗？律法，这个二元对立思维啊，它干涉着我们的心智，导致于我们对爱的认识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东西这个爱它就不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给不出去我们没有的东西。当我们里边的对于爱的认识是一份有条件的，我们就给不出去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对于爱的认识是一个这个有限的不完全的认识，我们就给不出去完全的爱。虽然这份完全的爱事实上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才是决定了我们能给出去多少。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信心啊，这个就是信心。所以说信心它决定了我们对于我们的爱的认识，而这个才决定了我们能给出去是什么样的。当然信心是神所赐的，当然，但是你在这个时空当中去体验去经历的过程中，其实你不用过多去考虑神的主权的问题啊。神的主权和你的意志不产生冲突，它不产生冲突，它就好像你在看一部电影一样，这个电影在你面前你一下全能看着，但是它和电影里边拍什么东西它是不产生冲突的啊，朋友们，你要用这个维度性的思维去看待问题，不能把它放一个平面，要不然你脑子会非常混乱的啊。我发现有的人他确实不太容易能够理解关于这个主权的问题啊，这个过早的去接触这部分内容确实有困难啊。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别着急啊，后面有大量的内容。今天我们先是来点简单的啊。第一个问题听明白了吗，亲爱的朋友们？爱不是做功德工价，爱不是索取。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发现很多曾经你以为是爱的东西，它其实不完全，对吧？它不完全。好了，第二个啊，爱不是依恋啊。当我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当我们提到爱，我们有诸多的爱，当然最让人们印象深刻，也最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更多表达的可能是一种爱情，是吧？男女之间呢，这种恋爱啊，爱情啊，小说作品、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可能讨论这个内容的更多，也更让人印象深刻。有一句话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哇，这份爱这还不够吗？是不是生死相许这还不够吗？是不是？这是不是完全的爱呢？这是不是完全的爱？我为了爱他我要死了啊，这是不是完全的爱？这是不是跟耶稣有点像？亲爱的朋友们，那可不一样。哈哈，有的人说我这个爱我男朋友是不是不能在一块儿，我要上吊了我要死了，这是不是像耶稣的爱一样？耶稣也为我们死了，这可是两码事啊，朋友，这是两码事啊。我要向你解释这个奥秘，爱不是依恋。什么是依恋呢？依恋它其实是一种投射。依恋是一种移情，转移的移啊，情感的情，移情。我们把别的情感转移到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情感上面，然后我们以为它就是爱，而实际上它是创伤。哇，依恋不是爱，依恋其实是创伤。我们为什么感觉我们对我们的恋人这么爱那么爱，有的时候呢爱的不行了，死去活来，其实你对这份爱的认知是痛苦给你带来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想法是感受啊，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呢还没觉得有那么爱她，是吧？但是就分手了之后，哎呦她这个把我甩了啊，或者是怎么样了，另有新欢了啊，我被背叛了啊，怎么样？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啊，我才发现我如此的爱他呀。你为什么发现你如此的爱他呢？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你太痛苦了，然后你解释不了这种痛苦，你认为那就是因为你太爱他了，懂了吧？你有一个玩具，然后这玩具丢了啊，你没丢的时候你可能你也不玩它，但是丢了之后你朝思夜想，你就觉得这个玩具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用痛苦去权衡爱，用这种失去的痛苦去权衡爱，这是一个幻觉。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幻觉，那只是依恋。依恋它是童年创伤的一种投影，或者说它是我们童年的亲密关系的模式的一种投影。当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曾经我们经历了父母的疏离，
可能曾经我们接受了就感受到这种父母的抛弃，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这个婴儿误解，对不对？父母没有抛弃你，父母只是上班去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太小了，我们理解不了，我们才2、3岁，我们才1、2岁，反正我们就感觉，哎，爸爸妈妈怎么走了，怎么不管我们了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啊，有一种婴儿误解我们感觉到我们被抛弃了这种恐惧它植入到了我们的潜意识。而当我们在成年之后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把这种曾经的亲密关系模式和其中的一些情绪和其中的一些创伤和其中的一些潜意识里面的潜在的一些记忆投射到了我们崭新的亲密关系里边，这其实是一种幻觉这是不恰当的移情投射产生出来这种各种各样的依恋风格，它有的是不安全型的依恋风格。所以在这种依恋里面，我们有融合的焦虑，我们有分离的焦虑，各种各样的焦虑，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和小的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所留下的创伤。有的时候父母离开我们了，我们太恐怖了，太害怕了，恐惧害怕被抛弃，害怕被拒绝这种焦虑它成为了创伤，变成了一种分离焦虑。当我们和我们的伴侣分离的时候，有几天不见面了，哎呀不行打电话打50、60个电话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吗？你到底干嘛去了？我这么爱你，亲爱的，那个不是爱，那是创伤发动了。那不是爱在驱动着我们在做这些事儿，给人打了200个电话一个晚上，你到底干嘛去了？我们认为这是爱，亲爱的，这不是爱，这是创伤，这是恐惧给我们带来的行动，然后我们以为这就是爱了亲爱的，这是幻觉。有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说父母可能小的时候呢，因为不恰当的养育方式，当然我不是要怪罪父母因为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不完全，对不对？他们也可能经历了他们的创伤，所以我不是要让大家怪父母，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们在小的时候呢，经历过父母的虐待，可能说精神虐待当然父母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在抚养你的时候，在这过程当中过分的打压、掌控，甚至于使用一些肢体暴力这让你感觉到亲密关系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因为父母每一次虐待完你之后，他还对你说这是爱你，这慢慢的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当你想到爱，你感觉到恐惧，你感觉到被控制，你感觉到被打压、被定罪、被挑剔你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小的时候你在一种很痛苦的状态当中，可是身边却一直给你灌输一个思维，这就是爱你，这就是爱你。所以呢，有的人产生了融合焦虑有的人难以和伴侣进入到亲密的关系里边一靠近之后感觉浑身不舒服，恐惧，有不配得感，种种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会感觉到很痛苦，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觉得这就是爱吧这可能很难受很痛苦，但是我的爱就是这样的。亲爱的，这不是爱，这不是爱，这是依恋。依恋其实是创伤，只不过我们产生了一些幻觉，对吗？和我前面所说的一样有时我们说着爱，其实我们要的是索取。当对方不给我们想要索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份爱就瞬间崩塌，瞬间变味儿，甚至于由爱生恨。你有经历过那种感觉吗？甚至于嫉妒、苦毒，甚至于想咒诅对方这是爱吗？这不是，这是做工得工价，没得着工价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对不对？这是一种索取，索取不到就狗急跳墙，是不是这些形容可能不太恰当但实际上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那种不完全的爱看成是爱了，它其实是不完全，它其实是有条件的爱，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依恋不是爱。你有意识到吗？那些在恋爱当中感觉到对对方爱的死去活来的人，亲爱的，那不是爱，那是依恋。你真正要做的是疗愈自己的创伤，而不是去怪罪对方。我这么的爱你，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有的人甚至于用自残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爱，这都不是爱，这都不是爱，这是创伤，创伤来的。第三个，爱不是自恋幻觉，爱不是自恋幻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恋，但是呢，它也分为相对来说健康的和相对来说不健康的这个程度呢，我不想去划分它，这可能是心理学家的事情。
自恋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不恰当的养育方式或者也有可能和遗传有关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大的自恋。那么这种自恋一旦它们受损，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而同样的道理，有时我们将这种痛苦看为是一种爱的体验，而它不是真相，它是一种幻觉。自恋幻觉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很多的人他是理解不了，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是这样，他没有意识到真相是这样。自恋有时候呢，它会使我们难以区分我们和别人之间的真正的差别。就是我是我，你是你，这件事说出来很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幻觉，就是分不清我和你，就是把这两个事物捆绑在一块儿了。许多的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溺爱也好，一种极大的掌控也好，一种极大的这种不尊重孩子自由意志和过分突破边界感的这种行动。比如说他们会肆意的去翻看孩子的日记或者是隐私，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实际上这是一种侵犯别人自由意志、侵犯别人边界感、侵犯别人隐私的一种行动，其实是会给别人的精神造成伤害的行为。但是呢，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就是因为一种自恋幻觉，因为他把孩子看为是他自己的一个所属物了，他把孩子看为是自己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了。当然这跟我们所说的基督里面互为肢体可是没关系的没关系，虽然听起来很像不要误会就是他其实在他脑海当中把他的孩子看为是他的一只手，虽然他也很爱他的孩子，表现起来对不对？当然他爱他的手可是当这个手受伤的时候，流血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人他真正心疼的不是手，而是心疼他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所以有的时候呢，人们表现的很爱某样事物，很爱某个人，但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自恋投射的结果。就是我们把这个人和我们捆在一块儿了，我们爱他其实是一种自恋，是一种爱自己。当然这个爱自己也不是一种真正的爱，它是一种自恋的一种爱，它是一种病态的爱不健康的爱。所以说其实还是爱自己很多父母他表面上说很爱孩子，我虽然举父母的例子不是让大家怪罪父母而是说呢，这样的这个例子比较容易让人们去理解。就是父母看起来很爱孩子，但是孩子为什么感受这么痛苦呢？因为父母只关注自我的感受，而没有关注孩子的感受。父母用自己的感受代替了孩子的感受，这个能理解我的意思吧？有一个故事这个爸爸带着孩子出去划船，是吧？划船划着一会儿呢，这个爸爸热了，是不是就把外衣脱了？热呀，划船呢，热呀。然后一想，这天这么热，给孩子衣服也脱了吧？再划船，太热了脱了，光膀子划，然后把孩子衣服也脱了，是不是？最后那小男孩说：“不行，爸爸，你给我都冷了，我都流鼻涕了。”爸爸说：“这么热，你怎么还冷呢？”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用自我的感受去代替别人你有经历过，你脑海中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小孩子吃东西，这个妈妈喂他吃，小孩子说我已经饱了，妈妈说你没饱，继续喂继续喂。这画面你能想象吧？你可能有经历过，是不是？孩子说我不喜欢吃这个，妈妈说你喜欢孩子说这东西不好吃，妈妈说好吃有时候我们强制性的忽视别人的感受，而强制性的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我们认为对方应该怎么样，我们把这个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自恋它其实是一种自恋幻觉，就是我们把对方和自己捆在一块儿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爱反而给我们爱的对象带来了诸多的控制不舒服、别扭、打压、掌控我们老想指挥别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东西它不是爱，它是什么？它是自恋幻觉。你可能懂一些心理学，你会更加明白我就大概一讲，你应该能明白这个大概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打着爱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别人的沉重的压力、掌控、负担。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为了证明我们的爱有道理，经常性的习惯性的去给别人道德绑架我们拿出来一些世俗当中的诸多的道理，试图去说服别人应该听我们的，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思想，应该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去生活。我们拿出来各种各样的道理，比如说你要孝顺，对不对？
这个孝以后我也要讲一下啊，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中国人把这个孝的理解完全的律法化了，完全变成了一个控制的工具，打压别人的工具。真正的孝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孝意味着一种传承啊，真正的孝也意味着对于传承的一种感恩的回馈。但问题是在于这个传承的东西本身，你是需要去辨别的，那不是完全不辨别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讲。很多时候这种孝道，它其实是被很多的父母拿来用来去掌控孩子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其实是一种耍流氓的手段，我毫不客气的这么说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所以我在讲什么呢？爱它不是自恋幻觉，很多时候我们所以为的爱其实是一种自恋幻觉，它其实是有条件的。那这个条件是很显然的，对吧？这就是很多的家长喜欢说的，这孩子还是小时候好啊，越大了越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越大了越不听话了那听话就是你爱的条件啊。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个听话呢？自恋幻觉嘛。我认为孩子是我的手，那我的手都不听话了，那我能舒服吗？对不对？我为了去完成这个自恋幻觉，我必须得让这个手听话，所以我得不停的去控制它，以证明我的主权，以证明我对这个孩子有控制欲，有控制的主权啊。这其实是什么呀？这其实是自恋呢。为什么他不受你控制你就很难受呢？这是因为自恋受损呢，这不是因为爱呀。很多时候人们把自恋受损的痛苦然后定义成为一种我因为非常爱你所以我才会这样，对吧？人们会说我这么控制你是因为我担心你，对不对？其实真的是担心吗？还是因为一旦失去控制自己自恋受损，有一种濒死体验呢？到底是哪一个啊？自我觉察一下，大家自我觉察一下。很多的这种控制欲特别强的父母啊，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为担心孩子而做了诸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真的是因为担心孩子吗？还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了不确定性，当我们失去了掌控感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自恋受损，我们进入到一种恐惧里边呢？这个背后的推动力到底真的是爱还是因为恐惧呢？所以当你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啊，就是恐惧、怀疑、分离这些东西它与爱是相反的。就是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恐惧啊，我把这个恐惧给它稍微细分了一下。恐惧、怀疑、分离这些感受所驱动的一些行动，它不是爱，它是爱的反面。恐惧和爱是相反的，怀疑和爱是相反的，分离的一种幻觉它和爱是相反的，因为在爱里边没有分离，爱里边是合一的。所以当我们因为这种恐惧、怀疑、分离的这些感受、这些认知、这些信念而去做出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却以为这是因为爱，其实那不是，那恰恰是爱的反面，那都是幻觉。好吧啦啊，所以呢，第四个，爱不是控制欲。爱不是控制欲。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控制欲看成是一种爱。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丈夫，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妻子，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我们甚至于想要控制我们身边一切的事情。而任何的东西不按照我们期望的发展，我们就很难受，我们就不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过大范围的去寻求确定性，甚至于很多人去算命，对不对？有好些人啊，不停的要我们去发预言。我一直在讲预言不是算命，预言不是算命，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甚至于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洞察到一些真相，那不是算命，亲爱的朋友们啊，有机会我会向你讲。人们之所以想要知道未来，想要去确定某些事，其实是因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为什么会对不确定性恐惧呢？是因为人们的掌控欲。所以这个逻辑啊，好好反思一下。今天不用讲太快，大家要慢慢去想，要去把这个逻辑线捋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爱，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欲。我们以为因为这份爱我们很痛苦，所以证明了这份爱多么的深，多么的浓厚。其实这种痛苦不是爱，
而是没有了控制的把握的这种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我说清楚了吗？所以这一份力量让你感觉到你怎么行动，怎么使劲，让你感觉到怎么痛苦，怎么担心的，它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恐惧，是一种失去了控制能力的恐惧。而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很多人对这个信心的理解是我要相信一个确定性恰恰相反了啊！很多这个成功神学呀，这个极端的灵恩呐，它都是要你相信一个你希望的事儿。这什么意思呢？掩耳盗铃，或者说皇帝的新装，指鹿为马。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我希望这个事儿是 A， 但是它不一定是 A， 但我就是要希望它就是 A， 它就是 A， 我使劲宣告。大家有见过这种教导吗？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东西它叫信心吗？人们说这叫有信心，它就是 A， 它就是 A， 它就是 A， 这就有信心了，这就有信心了。你喊一晚上，证明你有信心了；把嗓子喊哑了，这证明你有信心了。这证明不了，这证明你很恐惧。朋友们，你有见过这样的教导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徒？当然我不是论断他们，他们仍然可以得救。我是在说，这个证明人们有信心吗？这个证明人很恐惧。我就这一句话我说出去，每一个在那里整晚上宣告一件事情的人，你看看你的内心，我有没有把你命中。当你整晚上在宣告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不是证明你很有信心，这证明你很恐惧，是不是这样？问问你自己的心。当然你不会承认，对吧？你对外你肯定不会承认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命中你内心的东西，因为你骗不了你自己。当你很执拗的、很强迫性的去笃定的说我一定要相信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害怕那个事儿不按照你想的发展。所以真正你怕的是什么？真正激发这种行动、激发这种情感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控制欲。因为我们想要控制一切，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认知，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可能控制一切。当然我不是否定你的自由意志，你永远可以选择去成为更好的人，你永远可以选择。我不是否定自由意志，但是你不可能控制一切，你承认吗？你不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掌控，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恋幻觉啊！自恋幻觉本身带来的这种控制欲啊，这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它其实是相关的啊。控制欲其实是一种自恋幻觉，有的人他控制欲特别强，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强。为什么？这个真正的差别其实是在于自恋范围不一样啊。一旦自恋受损，那个濒死恐惧那种痛苦特别的痛苦，所以人类抵挡不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痛苦就产生出来相应的行动。那么有的人范围大，他的控制欲就大，就是这个自恋幻觉它大呀，他的这个掌控欲望就大，他管的事儿他就广，说白了他担心的事儿他就多，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有自己明确的边界感，所以我前面我有讲过啊，精神内核的稳定、边界感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有时候你的边界过大了，你以为你能控制的范围过大了，而事实上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你只能接纳而不能控制的领域。可是你把那些领域看成是你能控制的，那简直就是杞人忧天，自讨苦吃，对不对？很多你根本控制不了的事儿，你就去允许它，你就去接受它，你就去面对它，对不对？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可是你偏偏想要去控制它，而实际上你又控制不了，那你不是杞人忧天吗？是不是？是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啊？当然我说这些话和宗教没关系啊，有的人比较敏感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明明你控制不了，你只能接受的事情，是不是？今天下不下雨啊？你也控制不了，你就接受呗，你准备呗。你听说要下雨了，你就带个伞，对吧？你非得觉得就应该不下雨，那你担心这个过大于你的控制范围的事情，你又做不了什么，那你担心就除了白担心，除了让自己难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天天焦虑，然后呢掉头发，对不对？对，然后很痛苦，然后逢人便说，你看我这啊忧天忧民，忧这个忧那个，好像是个大善人，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呢，控制欲太强了，范围太大了，没边界感。然后呢，人们对这个的解释竟然是爱，是吧？因为我爱这个爱那个，我爱各种人，然后呢我担心这担心那。亲爱的，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欲带来的恐惧，你看见了吗？最后我想讲，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我将用我接下来的生命去探索、去分享、去实践、去传播这个奥秘。无条件的爱，爱与恐惧就是相反的东西。而什么带来了恐惧？什么带来了恐惧？对于没有爱的这种假设带来了恐惧。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所有的驱动力其实全是和爱有关系的，要么是爱的驱动，要么是对于没有爱的恐惧。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爱的问题，一切的能量的产生都是爱的问题，只不过是爱的同向还是爱的反向。所以当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恐惧没有爱，那么为什么会没有爱呢？因为我们对于爱的认识是有条件的爱，所以我们担心达不成这个条件，担心这个条件失去了。原来我们一开始会有恐惧，就是因为我们对爱的认识本身是有条件的爱。哇！但是神从起初给我们的爱就是无条件的。我讲过了，对不对？启示录啊，起初的爱你忘了，从起头，从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之前，甚至于没有任何一切之前，因为耶稣说从起头你们就与我同在，在讲这个门徒啊，神的拣选从起头就存在，这份无条件的爱从起头。耶稣是首生的，然后就是我们，对吧？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啊，我们重生了，这不是时间概念，这是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一切时间，没有任何时间轴，没有一切之前。我无法说太初，那起头的再起头，起头上面的起头维度再往上的维度，时间线再往上的时间线，最起头，一切的起头，起头就是基督，而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说从起头你们就与我同在。我的天，你知道这份爱它起源在什么地方吗？它超越一切维度，这份爱已经存在了你已经在基督里，你被拣选，我的天，你被爱了，无条件的爱，无条件，在你身上没有条件，因为还没有你，你还没能展示出来任何条件，神已经爱你，对吗？亲爱的朋友们，无条件的爱在你身上没有条件。神的主权这本身不是条件，这不是条件，条件意味着主权外面的条件，大家要懂我的意思啊。主权本身不是条件，因为主权外边的选择条件，那个才叫条件，就是这个条件被定义必须得是在主权之外的，它才能被定义为条件，主权本身不是条件啊。所以神选择爱你，对吗？而这份爱就是无条件，在你身上没有条件，无条件。可是呢，当我们认为它有条件，那么就会有恐惧，因为有条件这份爱就有可能没有。你看为什么好些基督徒信主几十年在那担心这救恩会不会失去呢？救恩的基础是神的爱呀，那为什么他会失去呢？因为他认为这份爱有条件。那这个条件是怎么定义出来的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二元对立思维一个标准。当二元对立思维被植入我们的时候，你看这一刻是不是条件就定义出来了？条件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就是分别心呢？分别善恶是不是分别心呢？二元对立它是不是分辨的东西啊？没有分辨的东西你怎么定义条件？朋友们，你发现了没有？条件就是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实，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分别善恶的树。而神是旁边的那棵生命的树，生命的树是无条件的爱，而分别善恶树是有条件。而就因为我们在分别善恶树这个里边，这也就是我们在亚当里边，而整个救恩显明了什么？生命的树战胜了分别善恶的树，也就是基督的工作战胜了亚当的工作，也就是整个这个救赎它彰显了神的拯救的大能，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赦免，耶稣的担当的这份能力，它大过了我们犯的罪，大过了我们的意志，大过了分别善恶的树，大过了二元对立思维，大过了我们对于有条件的爱的认识。因为你不是认为有条件吗？那么只要有条件，罪就会定义出来。那么耶稣把你所有你所认为的条件担当，所以到头来还是一个信心。只不过信心它你用信心你看见的什么东西，对不对？不同领域的眼镜它可以说是不同领域的信心，对吧？肉眼的这个它也是一个信心的领域。
就是没有信心本身也是一种信心，是吧？不是爱的反面也是一种爱的能量，只不过它是反面的能量。你从能量的角度去理解，从观测工具的角度理解，可能更方便一点啊，因为这样更容易脱离你原本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概念，透过叠加态看待问题更容易一点。当然我也不知道你哪个容易，你怎么容易怎么来吧，好吧？我试图去解释这些事儿。所以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它是定义了爱的条件，而只要条件被定义，那么就会产生恐惧，那么恐惧本身就是爱的反面。那么只要你在这个恐惧里，你就无法真正进入安息，进入到对神无条件的爱的认识当中。所以耶稣在说，我是如何爱你们，如何无条件的爱，它和我们所理解的爱完全不同。亲爱的朋友们，无条件爱是无条件，这是从神而来的爱，而我们认识的爱是有条件。那么我们如何进入到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当中呢？这个说法其实不严谨，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份爱里了。更确切的说法是我们该如何去认识它，因为当你认识它，这份爱它就会彰显出来，它根本不用你做什么，因为它本身就会指导你的行动。爱它是无法培养的，除非它本来存在。亲爱的朋友们，爱它是无法培养的，因为你所培养的是习惯，你所培养的是行为标准，你所培养的是工具式的外在表达，你所培养的是演员。你永远无法培养爱，除非它本来存在。所以要进入无条件的爱，其实就是认识到它，认识到你已经在它里面。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幻觉使你以为你不在它里面呢？就是二元对立思维，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就是这个对爱的条件的诸多的定义，就是这个东西本身，而它其实是幻觉。所以我们要破的就是这个幻觉，这也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那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那帕子是什么？摩西的那个帕子是什么？律法。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以下。什么意思？脱离律法的思维，除去你的帕子，除去你的二元对立思维，除去你的分别善恶事物的这个东西。当然在属灵的领域，基督帮你完成这件事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时空里边，我们有了一个额外的礼物去体会它。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之后，我们与人彼此相爱，其实那与对象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一个无条件的爱当中，我们在这个里面，无条件的爱它是一种状态，它让我们不再有执念，不再有执着，不再有那个索取的心，不再关注那个所谓的爱的对象，而是成为一种发散式的状态。我自己在一个无条件的爱的状态里面，而我自然而然的去散发出来这份无条件的爱，它不是执着于某个对象，因为要执着的话，那其实是依恋，那其实是创伤，那其实是索取，那其实是做功德工价。我非得执着于某个和我有什么关系的，那其实是自恋幻觉。我非要执着于某个人，他应该怎么表达，他应该怎么回馈，他应该怎么行动，怎么思想，我一直关注那个人，他其实是一种控制欲。你发现了吗？当我们在告诉别人，教导别人你应该怎么爱，怎么爱，怎么爱，这些东西那都是表演，那都是在培养习惯，那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你认识到它的存在。而你为什么你觉得它不存在？因为你的对爱的认识有条件，而你总觉得你尚未达成那个条件，所以你总觉得它不在，你总觉得它忽远忽近，你总是不能确定，因为你对爱的认识本身是有条件的，而真相是无条件的爱。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伙伴们，彼此相爱的奥秘，它不是专注于外界，而是看见你自己里面早已经有的那从神而来的无条件的爱。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我是 C1， 耶稣爱我们每一个，阿们。你总是给我一个表情让我填空，让我猜猜你的想法，有时候同时会失败。
收到的信没有声音，等待需要勇气，梦里听见你声音，在黑夜星光闪烁，无形之声仿佛神迹，晨曦出现，梦境微醒，对你的爱源自心底，就像生命之声一遍一遍重复，对你是真的偏爱，留一下要传递给你，哪里都是你，所以爱到底是什么？就算远隔重洋，我感觉你，就算年年岁岁，我心慕你，心都要融化。你问我梦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让我想想该怎么描述像那种起死回生的 BGM， 只是听到就满血了。请放心，我不是恋爱那分析不能解决问题，正风覆面梦醒半天，对你的爱刻在心底，就像生命之声一遍一遍重复，对你是真的偏爱，留一下要传递给你，哪里都是你，所以爱到底是什么？就算远隔重洋，我感觉你，就算年年岁岁，我心慕你，心都要融化。就像生命之声一遍一遍重复，对你是真的偏爱，留一下要传递给你，哪里都是你，所以爱到底是什么？就算远隔重洋，我感觉你，就算年年岁岁，我心慕你，心都要融化。